好，再来看到是北斗封神数量正式超越了美国的 GPS。来看到是中国大陆包括了它现在拥有的56颗卫星，串起了解放军的杀伤链之外，今天还会来看到包括了510颗的太空天眼，锁死美军的航母。今天会来一个深度的剖析。好，我们先来看到是中国大陆北斗的卫星正从单纯的一个导航系统，我们现在看到它大升级哦，成为解放军手中现在非常关键的太空战争的神经网路。而且呢，这场危机是来自于美方最新做的评估，这个是美国太空军最新的评估。他说呢，解放军已经对美国造成了威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大陆现在部署了北斗卫星的数量已经统计到56颗了，这56颗的数字等于是超越了 GPS， 目前美方的 GPS 只有31颗而已，不只是在数量上面超前，现在要来看到在这个技术上面，同时也有它领先的这个迹象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到 GPS 主要靠的是中地球轨道来进行运作，但是北斗卫星它比较弹性，它有3种方法、3种轨道可以协助它进行运作，包括了地球的同步轨道，还有倾斜地球同步轨道，跟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中地球轨道等等哦，不只是具备全球的覆盖能力，也更能够在亚太地区维持更长时间、更高仰角的一个讯号覆盖。好，这代表是什么呢？即使部分的卫星在遭受了干扰、攻击或者是故障的时候，其他的卫星其实是可以继续来提供服务的。好，这个再来就是美军更担心的一件事情了。刚刚我们特别讲的是有关于北斗，其实呢，现在美军更担心的是，那如果北斗加上中国大陆现有的510颗卫星会怎么样呢？因为卫星提供的能力包括它有情报监视、侦察能力，如果结合之后，代表解放军它可以做到更完善的一个远程打击链，那么等于是它的军事打击就会变得更加的完善了。它可以用在的时间地点，包括晴天可以用，云层遮蔽的时候也可以用，甚至呢，你军舰在航行、战机起飞，甚至是电磁讯号，只要一发出来的话，都会成为一个侦测到的目标。所以呢，我们来整体综合一下。也就是说，北斗所扮演的是杀伤链当中的关键角色。接下来，他会先发现目标之后，精准定位，接下来交给东风导弹、飞弹系统，然后还有包括了反舰飞弹、远程巡弋飞弹、轰炸机，加上无人机，做一个全面的打击链。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干哥怎么看呢？我们刚说了。超过510颗的卫星，中国大陆的部分，56颗的北斗，再加上它现在又有 AI 的分析能力，这个完整的太空杀伤链等于是正式成型了吗？北斗，我们刚刚提到的3轨道又有什么样子一些特性？干哥怎么看？好，这个是一个时代的进步哈。我们现在先看一下50年前，就说像我们台湾空军还要派那个侦察机到大陆去拍照。但是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一样就是叫什么？叫解像力。解像力到底怎么样？因为你可能是在5万英尺的高空拍的东西，那解像力可能有时候真的是很不清晰。慢慢进步，到了现在，你看到，其实老实讲一句，美国为什么以前常常派台湾空军，或是美国自己派情报机来拍照，如入无人之境，就是因为你当时没有能力抵抗嘛。现在呢？现在反过头来了。现在美国你以前你在侦查我们大陆沿海的目标，现在是解放军在36000公里的高空反过来看你，而且现在最重要的，他重视的不是只有解像力一项而已，他是要长时间滞空观察。也就是说，北斗卫星现在已经到了56枚了。但是它的中地球轨道这一个轨道，它是花最多心力在上面。你知道为什么吗？它同步监测 B1 从哪里马里亚纳起飞了，B2 从那个约旦的基地起飞了。像这些东西，通通在北斗的眼睛里面看着。但你看到的时候，你要怎么辨识它是什么？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技术，一碰到霾害，一碰到下雨天，一碰到暴风雨，就看不清楚了。北斗现在突破这个技术，我都看得清楚，而且我加入了 AI 人工辨识系统之后，
它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分析出这些类别、时间、角度、方位，通通都要算进去，然后传回给哪里？传回到北京去，告诉地面部队说哪一个方面军，你现在看到的可能入侵的美军，他们的这些数据资料，通通看得到，这是由卫星告诉你的。当然，美国也有 GPS 啊，对不对？美国从几十年前就开始靠 GPS 吃饭，到现在，可是现在 GPS 只有31颗，远远不如北斗卫星的数量。再来讲另外一个东西，有多达，我有时候真的觉得很惊人，中国竟然有510枚勤监侦卫星啊，那非常可观啊。什么叫勤监侦卫星？情报、监视、侦查，这3样是 C5ISR 里面最重要的3项：情报、监视、侦查这3项。我们现在有多到510颗了，有这么多卫星，我可以告诉你哈，如果它同时发挥串联的那个效果的话，那几乎在大洋上面无所不在，什么东西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它包括轰炸机，大到轰炸机，小到隐形战机。为什么我们说小到隐形战机？隐形战机并不小，只是它隐形而已。所以说它会小到在雷达屏幕上只有一只苍蝇或一只小鸟那么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用勤监侦卫星也可以看得见的话，那就是对美军的直接威胁。所以美国的智库会提出这些数据，就是告诉你说，其实中国它在你看不到的领域里面已经非常惊人了。就是近地上面已经有部署500多枚卫星，还有中国现在最近正在发展一个什么，就是从地面打上去的反卫星武器。他想说，星际大战要开始了吗？应该是从太空中由这个发射上去的杀手卫星发射雷射，对不对？对不起，还没有进展到那个地步啦。中国现在已经可以从地面上研发，可以直接从地面打了36000这个公尺的36000公里的那种雷射去致盲你的卫星。想请问一下，美国你的致盲能力在哪里？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这些都在不久的未来都会成真的。再发展下去就变成星际大战了。美国你赶得上吗？好，这个是北斗卫星的技术越来越成熟之外，还包括了数量也越来越多，等于是说覆盖了全球的能力再度的提升。但是我们要来看一下细节，那精准度到底如何呢？现在根据官方的资料显示呢，它的水平的方向可以达到0.3公尺，那么垂直方向0.6公尺，部分应用已经强到了厘米级的一个精度，而且它可以搭配各种武器来做使用，包括了无人机、火箭炮、弹道飞弹、巡弋飞弹、陆海军、陆海空的部队等等。再来就是这些北斗它现在说呢，已经不止在天空，已经延伸到地下了。所以我们最先来看到中国大陆现在推动的这个叫做隐星入地的工程，什么意思呢？就是让隧道、地下停车场、矿坑这些地方原本我们都可以想象它根本没有办法接受到卫星讯号的，现在是可以靠北斗来进行了。也代表什么呢？代表说，过去隐藏在地下的指挥所、飞弹基地、军火库，还有战备的隧道，未来搭配北斗，可以形成一个新的作战体系。委员怎么看？对，我们今天在讲这个北斗卫星系统，加上这510颗的勤侦监的卫星它就形成了一个很完美的打击体系那么首先先帮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北斗卫星系统现在全世界有4大这个卫星系统第一个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美国的这个 GPS 然后呢这个欧洲有一个，俄罗斯有一个，然后再来就是中国的北斗卫星系统。那么中国大陆的北斗卫星系统，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叫做北斗卫星3号是在2020年正式的这个搭建完成，正式上线了。那么它现在有，就像刚才思明讲的，它有覆盖全球的能力。它在轨卫星目前是数量最高的，它有56颗。它这56颗是这样分布的。那么它之所以能够有全球覆盖那么之所以可以担任这个叫做飞弹的引导大脑的原因，是因为它在这个卫星的部署上是有技巧的。它这56颗里头有24颗是部署在中地球轨道所谓中地球轨道，就是这个轨道高度大概是21500公里的高度，然后呢，它自己在进行运转的这个速度大约是地球自转的2倍，
所以呢，它在地球上空绕行一圈大概要花12小时到13小时，就一天它大概会绕2遍哦。这个目前为止有24颗卫星是部署在所谓的中地球轨道上，就是我们看到的 MEO 哦。然后第二个呢，它还有部署了这个卫星在哪里呢？叫做地球静止轨道。它不是真的静止在空中啊，是它运转的速度跟地球自转的速度是一样的。所以你抬头看起来，它好像就静止在那里不动的。那这个所谓地球静止轨道，它是为了部署在哪里？是部署在印太地区。所以呢，在赤道的正上方高度大概是35786公里的位置，它部署了这个卫星在那里。它主要就是要这个捍卫中国大陆自己的这个势力范围以及这个印太地区哦。那么第3种轨道叫做倾斜地球同步轨道。那这个轨道呢，它的高度一样是在35786公里的位置，可它之所以叫做倾斜，是因为它跟赤道有55度的斜角，所以呢，它运转的这个速度大概是24小时，一天转一圈。但是因为它有一个斜角，所以你在地面上往上看你看到那个卫星真的运作管道好像就是写一个数字的8一样就是这个一天都要绕行一次。那么这3种不同轨道所部署成的北斗卫星系统呢，它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它就可以解决掉很多在都市啊、在山区的死角，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因为大家可以知道，它除了这个同步的同样的高度这个中地球轨道之外，它还有固定的这个位置做监控，然后它还有包含倾斜角度，去破解很多原本看不到的死角。那么因此大家都说，北斗卫星系统如果一旦进入做战争形态，它就可以变成飞弹的引导大脑。它只要接受到这个要打击目标的位置，它就可以很精准的引导飞弹打到那里。那么谁来掌握这个敌方目标的位置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扮演千里眼的角色啊，就是那510颗的擎针尖卫星啊。这擎针尖卫星它有这个叫多维度的感测，就它可以通过各式各样的这个感测的方式去进行侦测。同时，就像干哥讲的，它可以全天候的监控，所以你晚上也可以，台风天也可以，雾霾也可以，它一样可以穿破云层，穿过这个黑暗然后第3，最重要的是因为它引进了 AI 判读，所以它 AI 判读的能力很强。因此，这2个合体之后就回到我刚才讲的擎针尖卫星系统，这510颗就扮演了千里眼。它干嘛？它用来发现，它用来定位，它用来追踪。它把资讯传到了北斗卫星系统之后，北斗卫星系统就担任大脑，它去引导飞弹去做什么？去导航、去锁定，然后摧毁。所以这就是大家看到现在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军方在采用的北斗卫星系统，加上这510颗擎针尖系统所联合在一起造成的一个非常强大而且有力的这个监控打击的系统这也是美国的媒体最近不断的在呼吁说，美国政府应该要高度警觉最主要的原因，因为能力太强大了。好，所以有了中国大陆的卫星加北斗，再加上武器，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作战系统，而成为中国大陆现在非常新的一个作战的体系。那我们也来回顾一下，为什么当初这个中国大陆会突然间要研发北斗呢？其实回顾一下历史，是当年发生的这个银河号事件在1993年的时候，美国曾经指控中国的银河号货轮，它当时运送化学的原料，所以呢，他就把大陆当时所使用的 GPS 给关掉了。结果这个货轮就在海上受困了33天，所以中国大陆决定了说，接下来我们真的不能再靠 GPS 了，应该要自己好好的来研发北斗。也因此，我们现在看到就有了北斗。那么现在已经在全球有140个国家跟地区在使用了，总产值超过了6200亿。上次哥怎么看？接下来是完全2套不一样的系统吗 ？GPS 跟北斗？我想 GPS 当然因为时间非常非常长，在欧美啊所有的部分应用，所以它的生态这个科技应用生态其实是非常非常广的。但是呢，北斗事实上在发展从研发到整个这30多年来，中国大陆其实它所发展的其实软体硬体都是难以想象的，都没有走任何的这个美国路线，所以到目前为止，其实美国各方面没有办法突破或间谍的任何的方式去能够渗透到对北斗的。因为这里头除了刚刚2位提到的部分，我补充一下，因为整个北斗卫星它用的全部的都是
中国大陆的国产晶片哦，其实在20多年前，那么现在迭代的升级，所以它现在其实很特别的。北斗卫星是这样子 ，GPS 的卫星都是只能上下对于地面当中的回送，可是呢，北斗卫星是它的卫星跟卫星之间是可以串联、互相沟通的、这个部分很特别，而且它的硬体的部分的架构非常灵活，所以它包括它现在的升级都是靠什么呢？直接在太空上用软体就可以升级了。所以现在北斗卫星有很多是旧的卫星，但是它不断的升级。你看，这就跟现在 GPS 在整个所谓的这个科技系统当中不一样。那现在新的这个北斗的4号的未来，据说江湖传说可能会把中国大陆研的量子技术、传输技术应用上去，所以这个都很令人期待。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民用的东西，当然中国大陆或现在因为它在亚太地区已经有超过50%的国家已经都开始已经用北斗越来越多，但大家最瞩目的还是军事应用哦。我想大家想想，我们现在最熟悉的以中国大陆来讲，第一个无人机，无人机的风行，无人机是靠什么？就是北斗啊，特别是当你几千几万架无人机的时候，导弹呢，东风导弹等等这些呢，就是无人机啊。对，就是北斗啊！而且现在联合跟跨军种的各式各样的，从演习到作战，大家各自的位置，大家要做什么呢？而且中国大陆现在在这个所谓的体系化作战里头，强调的都不是我跟你缠斗，我远远的把你击落下来，就是所谓这个 A 射 B 导，就是说这里头都是靠北斗。所以其实大家在讲中国大陆的陆海空导弹的发展，武器各方面船舰，然后包括第6代战机。强的不得了，可是都没有多谈，能够把这个整合在一起的，其实就是靠北斗的这个整个军用系统哦。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特别关注到整个在中国大陆的总体的发展的军用性，而且在这军用性现在支援让巴基斯坦打败了印度，而且现在在中东战争上。江湖传说，伊朗现在能够可以把美国军事基地打得这么精准，背后说不定是透过俄罗斯，但是还是拿到北斗当中的相关的资料，不知道。但是这里头其实都可以感受得到，现在北斗卫星所发展出来的严重性跟影响性，难怪美国现在非常非常的担忧。好，谢谢尚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